这是酷泰科电能快的自带线版本，型号是 PB200N， 重量有498克，外形尺寸跟我的手机差不多。自带一根很有弹性的充电线，用的是对称式锁扣，收纳不容易脱落。这两个 C 口都可以充电和放电，旁边那个 A 口就只能放电。官宣它支持小米55瓦的快充，一会儿我们去实际验证它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功率。还有官宣它能够为低功耗的笔记本电脑提供45瓦的充电功率，但是我发现它也能够给65瓦的笔记本电脑充电。我这台笔记本的原装充电器是65瓦的。虽然酷泰科电能快的两个 C 口在输出20伏的时候只有45瓦的功率，但是它的自带线能用20伏给我的笔记本充电，它的 C 口也可以用20伏给我的笔记本充电，所以我感觉这个电能快还有其他的潜能可以让你去挖掘。剩下的时间就不去重复官宣的内容，我们去实测一下它的充电和放电，还有文波、最大电流以及多口输出的功率分配。我们现在给它做放电测试，它的 C 口和这根带线的 C 口都可以输入和输出，但是我决定用 C 口来测试，因为它的这根自带线它再粗也不会有我的这根测试线那么粗。为了减小线损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我决定用我自己的测量线从 C 口直接测量。现在我这里的气温是30度，它表面的温度也是30度。一会儿放电的时候顺便监测一下它的发热情况。酷泰科的电能快最大的极限功率是55瓦，所以我会把放电功率折中一下，设定在27瓦。我这里用加粗的测试线跟这根 C 口线并联，来减小线损带来的影响。用正电原子的 UT70 触发9伏，把放电电流设定在3安。上位机我这里重新开始记录，启动负载，微调一下电压。好，现在是9伏3安27瓦放电。上位机已经开始记录，现在放电放了1小时零10几分钟，电量还有52%，气温呢升到31度，最热的地方现在有44.3度。现在放电2个小时差几分钟，气温还是30度，电量还剩20%。看看温度，没有再升高，现在温度有41.1度，散热还不错。现在电量已经放空，负载已经停止工作。从100%放电到0%用了2小时25分钟，放出的能量是65.8瓦时。这个电能快电池的额定能量是74瓦时，用65.8除以74乘上100，这个就是它在50%功率状态下放电的转换效率是88.9%。一般充电宝的转换效率都要大于80%，现在的计算结果转换效率是88.9%，可以反推出它的电池能量是有足足的74瓦时。
而且在机身的背面有一个醒目的能量值标志。坐飞机的时候可以让安检快速的识别这个安全信息。充电还是用这个 C 口，避免自带线不够粗，影响测量结果。这次还是用 UT70 配合它的上位机来采集充电数据。充电功率现在是35瓦，官网上讲它的最大充电功率是40瓦。一会儿我们看看充电功率的变化。现在充了20分钟，电量有 15%， 功率升高到38瓦。从这条充电功率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有想法的充电宝。它懂得适当用低功率充电去保护电池的寿命。它的温度有 42.3 度，现在充了35分钟，功率升高到了39瓦，电量充到了 26%， 温度现在是 43.3 度。刚才充电充到50多分钟的时候出现了功率下降，从39瓦一直慢慢降到了0，是因为我这里太热了，然后它出现了过热保护。我这里现在的气温有30度，休息了20多分钟以后重新恢复到39瓦充电，可以看出它的安全性还是蛮高的。现在充了2小时零10几分钟，功率降到了18瓦，电量现在是 68%， 它表面的温度有 40.8 度，气温还是30度。从这条功率曲线可以看出，充电的后半段功率是在逐渐减小的，这其实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因为一直保持高功率充电，这会让电池更快的损坏，甚至有可能发生过热起火的事故。现在充到了 90%， 室温还是30度，它的温度现在降到了 37.4， 充到 90%， 用了3小时42分钟，应该还要减掉20几分钟，因为刚才有一段是停机降温的时间。现在电量100%，即将充满的时候，功率降到了6瓦、7瓦的样子。从 0% 到 100% 充满用了4小时20分钟，减去刚才过热暂停的20分钟，所以从 0% 到充满它需要大概4个小时的时间。最后充满的那个时刻，输入的能量值是 85.4 瓦时， 85.4 乘上 88% 的转换效率，它充入电池的能量大概是75瓦时。现在我们去测一下每一个端口的快充协议。酷泰科是小米旗下的生态品牌，它一定支持小米55瓦的快充协议。虽然现在我没办法触发这个协议，但一会儿我会去测试它的实际功率输出。先从 C1 口开始，这3项是 C1 口支持的协议。现在换成 C2 口，这3项是 C2 口支持的协议。现在测 A 口的协议，这5项是 A 口支持的协议。刚才在自动检测协议的时候，我发现酷泰科这个电能块进入休眠的时间很短，这可能是为了减小自放电而设计的，所以导致有一些协议没有检测出来。后来我手动检测以后，把结果汇总到了这个图表。总结下来， C1、C2 口支持 PD 3.0， 最大电压20伏，最大功率55瓦，支持 PPS。3个口都不支持 PE 协议。
3个口也都支持苹果的 2.4 安协议，还有 BC 1.2 的协议。三星、华为的协议只有 A 口支持。QC 2.0 3个口都支持， QC 3.0 也是3个口都支持。小米55瓦的快充协议 C1、C2 口支持， UFCS 的融合快充只有 A 口支持。现在我们要测每一个输出口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下的纹波大小。下面的内容我会展示一些专业数据，如果你是外行看不懂，可以快进去到本小节的总结来观看。先从 C1 口开始测试，现在是 C1 口的5伏档位。现在这是低频的干扰，现在这个是纹波，平均有10毫伏。这是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满载的纹波，平均有25毫伏。C1 口电压调到9伏，这是9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9伏空载的纹波，平均有17毫伏。这是9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9伏满载的纹波，平均有155毫伏。C1 口调到12伏，这是12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2伏空载的纹波，平均有30毫伏。这是12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2伏满载的纹波，平均有185毫伏。C1 口电压调到15伏，这是15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5伏空载的纹波，平均有33毫伏。这是15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5伏满载的纹波，平均有212毫伏。电压调到20伏，这是20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20伏空载的纹波，平均有33毫伏。这是20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20伏满载的纹波，平均有275毫伏。现在用 PPS 把电压调到11伏，这是11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1伏空载的纹波，平均是30毫伏。这是11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1伏满载的纹波，平均有250毫伏。现在把测试线路换到 C2 口，先测 C2 口5伏的空载，这是5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5伏空载的纹波，平均在8毫伏。这是5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5伏满载的纹波，平均有20毫伏。C2 口电压调到9伏，这是9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9伏空载的纹波，平均有10毫伏。这是9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9伏满载的纹波，平均有105毫伏。电压调到12伏，这是12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2伏空载的纹波，平均有35毫伏。这是12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2伏满载的纹波，平均有135毫伏。C2 口的电压调到15伏，这是15伏空载的低频干扰，
这是1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有25毫伏。这是15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5伏满载的文波，平均有150毫伏，电压调到20伏。这是20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20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是25毫伏。这是20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20伏满载的文波，平均有220毫伏，电压调到11伏。这是11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1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有28毫伏。这是11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1伏满载的文波，平均有200毫伏。最后我们换到 A 口来测试。现在 A 口是5伏电压。这是5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5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有7毫伏。这是5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5伏满载的文波，平均有20毫伏，电压调到9伏。这是9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9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有10毫伏。这是9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9伏满载的文波，平均有160毫伏，电压调到12伏。这是12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2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有33毫伏。这是12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2伏满载的文波，平均是140毫伏，电压调到11伏。这是11伏空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1伏空载的文波，平均是30毫伏。这是11伏满载的低频干扰。这是11伏满载的文波，平均有186毫伏。从这个汇总的表格，你可能发现满载的时候文波会比空载的时候要大很多，这实际上是充电宝电路的一个特性。因为大多数充电宝在输出12伏或者20伏这样的高电压是用的升压电路，也就是把小电压变成大电压，这个电路难免会有比较大的文波。去看看我做的这个绿联的充电头测评，你就会知道充电头的文波会比充电宝的要小很多，那是因为充电头用的是降压电路。先说明一下，文波的大小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主要看用电的那个设备对文波的大小有什么要求。至于给手机充电，多大的文波会影响手机工作，我们到评论区去讨论。从总体数据看，酷泰科电能快的文波控制得还是不错的。除了 C1 口在20伏满载的时候文波达到了275毫伏，其他的文波都在250毫伏以下，所有的文波值都没有超过300毫伏。这些测试数据我个人感觉很满意。现在换一下测试电路，去测一下每一个输出端口的极限电流。这个测试项目将帮助你了解这个充电宝能不能在每一个输出档位为你提供足够的功率。一会儿我还是会展示专业数据，你要是看不懂可以快进到这部分的总结。还是从 C1 口开始，5伏档位，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极限电流能到 3.3 安。9伏档位，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 3.4， 极限电流可以到 3.4 安。12伏档位，额定电流3安 3.1 3.2
3.3、3.4、3.5。极限电流可以到 3.5 安，15伏档位，额定电流3安，3.1、3.2、3.3、3.4、3.5。极限电流可以到 3.5 安，20伏档位，额定电流 2.25 安，2.3、2.4、2.5、2.6。极限电流可以到 2.6 安，11伏档位，额定电流5安，5.1、5.2、5.3、5.4、5.5。极限电流可以到 5.5 安。现在换到 C2 口进行测量，5伏的额定电流3安，3.1、3.2、3.3、3.4。极限电流可以到 3.4 安，电压调到9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3.4。极限电流可以到 3.4 安，电压调到12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3.4、3.5。极限电流可以到 3.5 安，电压调到15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3.4、3.5。极限电流可以到 3.5 安，电压调到20伏，额定电流 2.25 安，2.3、2.4、2.5、2.6。极限电流可以到 2.6 安，电压调到11伏，额定电流5安，5.1、5.2、5.3、5.4、5.5。极限电流可以到 5.5 安。最后我们测 A 口的极限电流，电压先调到5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3.4、3.5。极限电流可以到 3.5 安，电压调到9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3.4、3.5。极限电流可以到 3.5 安，电压调到12伏，额定电流 2.25 安，2.3 安，2.4、2.5、2.6。极限电流可以到 2.6 安，电压调到11伏，额定电流3安。这个档位需要减一点电流，极限电流是 2.94 安。这个表格是所有的测试数据，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输出档位的电流都可以超载 10% 左右。除了 A 口11伏这个档位有那么一点点不达标，其他的档位你都能够获得足够的功率。毕竟 USB A 口是最古老的接口，设计之初并没有这么大的功率容量。刚才我们在做极限电流测试的时候，已经对单口输出的功率进行了验证，现在还需要验证一下双口和3口输出的功率分配。我这里有3个负载通道，分别对应 C1 口、C2 口和 USB A 口。我们先来验证 C2 口和 A 口同时输出15瓦的这个组合。先给 A 口输出5瓦，然后 C2 口输出10瓦。现在总功率是15瓦，可以正常输出。现在 C2 口降到5瓦，把 A 口升高到10瓦，也可以正常输出。这2个口的功率组合是足量的。现在验证2个 C 口同时输出
拔掉 A 口，启动 C1 和 C2 口。两个 C 口都支持 PD 协议，我尝试一下去激活 PD 协议，看能得到哪个电压组合。软件的逻辑做得很严密， PD 的报文只给出了5伏10瓦这个组合。先让 C1 口输出5瓦，然后 C2 口输出10瓦，这个15瓦的组合可以正常输出。C2 口降到5瓦， C1 口加到10瓦，这个输出组合也能正常工作。现在验证一下 C1 口和 A 口双口输出的功率分配。先把 A 口加到5瓦， C1 口加到10瓦，这个功率组合可以正常工作。C1 口降到5瓦， A 口加到10瓦，这个功率组合也可以正常工作。双口输出任意2个口最大功率15瓦已经验证过了，都能正常工作。最后我们再验证一下3口同时输出的功率分配。现在是3个口都输出5伏，先把 A 口加到5瓦， C1 口也加到5瓦， C2 口也加到5瓦。现在3个口总功率15瓦，可以正常工作。试一下把 A 口降到1瓦， C2 口加到7瓦， C1 口也加到7瓦，总功率还是15瓦，也可以正常工作。所以3口同时输出，不管你怎么分配，只要总功率不超过15瓦，都可以正常工作。这种方式特别适合给3个小功率的设备同时充电。实测下来，这个100多块的充电宝能够有这样的数据表现，确实令人满意。这个测评的全部视频素材有10几个小时，是没法在这个视频里全部播出的。之前的每一项测试我都做了阶段性的总结。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到评论区去讨论和交流。好了，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